雙響少年斩北歐，60年丈牙心頭，今夜亚城逢老冤，球王把守決賽樓。台北時間7月16號凌晨3點，亞特蘭大世界杯半決賽第2場，英格蘭對阿根廷。先把3天前邁阿密那晚放給你看。第36分鐘，挪威的舍爾德鲁普先下一城，全英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60年的老劇本，眼看又要翻到熟悉的那一頁。然後贝林厄姆站了出來。半场結束前，他把比分扳平。加时刚開場3分鐘，又是他一錘定音，2-1。英格蘭把哈蘭德送回了家。那位挪威神锋全場碰了21次球，2腳打門，加时被換下場。這一晚屬於23歲的英格蘭人，可慶祝只夠3天。半決賽的門口站着的是這顆星球上最會讓英格蘭人心碎的球队——阿根廷，衛冕冠軍，帶着8個球的梅西，帶着一群20來歲就捧過大力神杯的帮手，還揣着2家人整整60年没算清的舊账。這場球的分量，一句話就能說明白：贏了。英格蘭就將在1966年之後頭一回踏進世界杯決賽。60年的畢業考就剩最後2門，第1門的考官叫梅西，覺得三師這回真能畢業的，覺得他們又得被阿根廷人上一課的。今晚這場，老馬陪你把它掰開揉碎。先說那個交卷的人，貝林厄姆，23歲，皇家馬德里的中场，這支英格蘭的心臟。3天前那場8强賽前，全世界吵的是另一個話題。他和哈蘭德、多特蒙德時期的老隊友，公開場合互稱兄弟，一對發小。大賽淘汰賽狹路相逢，全世界等着看兄弟鬩牆。結果一晚踢下來，答案冷酷得很。弟弟雙响，哥哥隱身。哈蘭德那21次觸球是全場最少。賽後連挪威主帥都只能攤手，而貝林厄姆把英格蘭從落後的懸崖邊上拽了回來。賽後又擺出那套全世界都眼熟的張開雙臂，像在說都坐下，有我。更狠的是，這已經是他連續第2輪淘汰賽梅開2度。上一輪打墨西哥阿茲特克球場10萬人的噓聲，隊友吃了紅牌，少打1人，就是在那種鍋底一樣的環境裡，他也是2個球，2輪生死戰，4粒進球，個個都是雪中送炭。落後時的扳平，僵住時的絕殺，全挑最難的時候進。英格蘭這60年最缺什麼？缺的從來都是这種在最燙的時刻敢把球权全攬到自己身上的人。這孩子的來路本身就是一部反着寫的英格蘭劇本。伯明翰的青訓出品，16歲就在2級聯賽踢上了主力。17歲離隊那年，伯明翰俱樂部幹了件100年老店都少幹的事兒，直接把他穿過的22號球衣封存退役，給一個只踢了1個賽季的孩子。那年曼聯領着他把老特拉福德的榮譽室都參觀了。他扭頭選了德國多特蒙德，理由很簡單，那邊給年輕人上場時間。事實證明，這孩子從小就知道自己要什麼。在多特蒙德，他把自己踢成了同齡人裡履歷最硬的英格蘭人，也是在那兒跟哈蘭德處成了穿一條褲子的交情。所以3天前那2個進球扎的是他最熟的人。17歲他就代表英格蘭踢了歐洲杯，是3獅歐洲杯歷史上最年輕的出場球員。20歲進皇馬，第1個賽季就把西甲和歐冠全捧了。21歲那年，金球獎的領獎台他站上過第3級。這一代英格蘭球員和前輩們最大的不一樣，在他身上最明顯。那60年的悲情故事，他好像根本沒聽說過。別人上場前背的是包袱，他上場前搓的是手。今晚站在他對面的中場是恩佐和麥卡利斯特，2個2022年就捧過大力神杯的人。23歲的天才想給自己的簡歷補上最重的一筆，先得從2個世界冠軍身上踩過去。他這一代人背不背得動英格蘭？答案就藏在今晚這種夜裡。再說他身後那批人和場邊那個不背包袱的德國人，凱恩32歲，本屆6個球，世界杯生涯14球，英格蘭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貝利的記錄都已經在他身後了。這14球是這麼攒的：2018年6個，那屆他就是世界杯金靴；2022年2個，這屆又是6個。32歲的產量跟8年前巔峰的自己打了個平手。可金靴队史記錄、英超一堆獎項，全填不上他簡歷裡最顯眼的那個空——大賽冠軍。按歲數算，這大概率是他離大力神杯最近的一次，也可能是最後一次。老隊長這屆話不多，進球之後連慶祝都省着力氣，一個把全部心思都攢着留給最後2場的人是什麼樣？你看他就知道。邊上是薩卡，5年前溫布利那晚踢飞點球的19歲孩子，如今是英格蘭右路最锋利的刀。那页舊事他早就用腳翻過去了。身後是賴斯，全英超最好的掃蕩机器之一。上一場把厄德高看得沒了脾氣，
這一場的作業換成了梅西，難度直接跳了一個檔。門線上的皮克福德大赛的成色越來越足，替補席上還坐着半套硬仗陣容，4天一场的赛程里，這就是硬通貨。然後是图赫爾這位德国主帥的故事，咱們上一期唠英格蘭的時候講透了，這裡只補一個細節，足總當年給他的合同就簽到2026年的這個夏天，從上任第一天起，他的任務書上就只寫着這届世界杯，而他交出來的東西也硬，淘汰赛3場全是刺刀见紅的窄分差，最險的一场落後到加时才翻回来，落後不亂，換人敢下手。這支英格蘭身上那股邪门的鎮定是全新的東西，60年的心理戰，在他这儿一頁都不認。德國人只認賽点，不認劇本，隱患也得老實擺。後防線還是那道題，夸恩薩的停賽還沒做完，詹姆斯們的傷要等臨場官宣。圭伊和孔薩這對年輕中衛剛在哈蘭德的炮火裡活下來，今晚的考題換成了梅西，那是完全不同的2種難。哈蘭德考的是力氣，梅西考的是你敢不敢走神。唠到这兒正好过半，喜歡老馬這麼給你捋球的，順手把訂閱點上。接着說對面那位來收作業的老師傅和他身後那台衛冕機器。說句公道話，今晚這個對手是全世界最懂怎麼贏淘汰賽的球队——阿根廷，衛冕冠軍。最近4届世界杯3次杀进4强，2座美洲杯加1座世界杯。這批人手裡的冠軍戒指比英格蘭全隊的決賽經驗都多。世界杯的淘汰賽裡，上一回有人能送阿根廷回家，已經是8年前的事了。梅西39岁。本屆8個球，3場淘汰賽，2場踢滿120分鐘，1場沒歇。3年前對瑞士，比分被扳平，被拖進加時，這隊連表情都沒換。第112分鐘，阿爾瓦雷斯一腳世界波，補時老塔羅再補一刀，3-1收工。门後還蹲大馬丁。2022年決賽最後1秒那記腳尖，全世界都還記得。場邊還坐着斯卡洛尼，2022年那座杯的操盤手。更瘆人的是一筆時間賬。他們本屆淘汰賽進的9個球裡，至少5個落在第75分鐘以後，越到深夜，這隊越精神。這種球隊最嚇人的地方在於，你永遠等不到他們慌。兩邊的牌一對，勝負手就3處。第一處，中場的絞殺，賴斯加貝林厄姆對恩佐加麥卡利斯特，這4個人的球路彼此都看了幾百遍。恩佐和賴斯還是倫敦德比裡產了3年的老对頭。這一區沒有秘密，全是硬碰硬。誰先把誰摁住，誰的前場才開飯。第二處油箱，阿根廷比英格蘭多踢了1場120分鐘，全隊的平均年齡也壓着一頭。39歲的梅西，38歲的奧塔門迪，油表上的針都在往下走。兩隊都是3天休整，可體育科學早把這筆賬算明白了，3天補不回1場加時賽。英格蘭的腿是年輕的，全隊正當打的年紀占大半。比賽的回合數抬得越高，這筆賬就越明顯。第3處，梅西的那幾秒，這位爺現在的踢法，全世界都知道。大部分時間安靜的像不在場上，可只要你的中衛走神3秒，他就能用一腳直塞，把整條防線的3秒變成一輩子的陰影。圭伊和孔薩今晚全場不許眨眼。專業機構這回真分裂了，有的給阿根廷高1根頭髮絲兒，有的給英格蘭高1根頭髮絲兒。翻成人話，這是本屆到現在第1場連機構都不敢站隊的球。正宗的5-5開。那英格蘭的答題思路怎麼寫？第1條，快開局，趁阿根廷的老骨頭還沒熱開，頭30分鐘就把節奏抬到英超的檔位，把回合數灌滿，把往返跑抬起來。39歲的腿最怕的就是青春的節奏，早進球更是一切好辦。這屆3獅踢得最舒服的幾場，全是早早開張的，領先之後讓阿根廷來追着踢，恰恰是這支老阿根廷最不想幹的活。第2條。斷供，梅西的威脅全在拿球之後，那就別讓球到他腳下。賴斯的任務簡單粗暴，貼着別犯規，讓他每次回撤接球都得多跑5米，讓一個39歲的人多跑5米，跑一整晚，這本身就是戰術。第3條，用高點，英格蘭有凱恩這個支點，有一批1.9米的定位球殺手，而阿根廷的防線是全場平均年齡最大的區域，角球和任意球。今晚必須敲出分來。最後一條醜話寫在最大，90分鐘內交卷。英格蘭的12碼病史，咱們上一期整整講了1集。大賽點球大戰輸了7回，世界第1的那本賬，這裡只補最疼的一刀。上一回英阿在點球點上碰面，1998年笑到最後的是阿根廷。今晚對面門裡站着的還是個點球妖怪大馬丁。
2022年靠12碼封神的主。好消息是，英格蘭這邊的皮克福德這幾年也真把祖傳病治好了一半。壞消息是，誰也不想用半決賽去验貨，所以啊，答题卡上最粗的那行字是别讓比賽活到点球。风贤老师讲，全英国的期望值又一次拉满了。60年来，他们離決賽最近的一次就是現在。這種時候最怕的從來都是自己人手抖。60年裡，3獅多少號局就是這麼鬆掉的。圖赫爾的價值，今晚就看這個。英格蘭和阿根廷世界杯史上最有名的冤家之一，從1962年頭一回交手算起，5場球場場都往足球史裡寫名場面。遠的2筆在阿根廷人的賬本上，1966年溫布利那張紅牌，1986年阿茲特克那只手，1筆委屈，1筆翻身，那是他們的故事，他們講的比誰都熟。英格蘭人自己最疼的一頁是1998年的聖埃蒂安，那一晚什麼都發生了。開場10分鐘，兩邊就各罰進1個點球。第16分鐘，18歲的歐文中場拿球一條龍，把阿根廷防線從中圈穿到禁區，轟出那記至今還在英格蘭教材裡的世界波。下半場剛開場，貝克漢姆被西蒙尼從背後放倒，躺在草皮上抬腿輕輕一勾，紅牌。多年之後，西蒙尼自己都承認，他倒得誇張了。10個人的英格蘭硬扛了70多分鐘，扛進點球大戰，然後是熟悉的結局。因斯和巴蒂先後被門將羅亞撲掉，4比3，阿根廷過關。23歲的貝克漢姆一夜之間成了全英格蘭的罪人。那年他扛過來的東西比一張紅牌重得多，可4年後你再看，能從那種深淵裡爬回來，再站上同一個點球點的人，才配當後來的英格蘭隊長。所以2002年那一幕才那麼解氣。小組賽札幌還是英阿，那屆的阿根廷是賽前的頭號熱門之一。英格蘭被抽進死亡之組，沒幾個人看好。第44分鐘，英格蘭獲得點球，站上去的正是貝克漢姆，他把4年的仗連本帶利踢進了球門正中。1比0，那屆阿根廷小組都沒出現。對了，那個點球怎麼來的？歐文突進被放倒，他的阿根廷後衛叫波切蒂諾，就是後來執教熱刺、切爾西的那位。英阿的恩怨就是這樣，滾着雪球往前走。每一代人都往裡添一筆，總賬擺出來，世界杯5次交手，英格蘭贏3場，阿根廷贏2場。從1966年算起的最近4次，分差就沒超過1個球。這對冤家碰面，從來都是刀尖上的買賣。而到了一場定生死淘汰賽，是阿根廷2比1領先。還有一樣是兩家60年都沒碰過的半決賽。今晚頭一回，最後說說這場球的分量。英格蘭要是贏了，1966年之後整整60年。頭一回踏進世界杯決賽，而且是隊史第一次在海外的世界杯決賽，那倒被全世界做成節目的題目。為什麼英格蘭贏不了，就只剩最後一場打梅田？對了，決賽那天離凱恩的33歲生日只剩9天，他給自己許了什麼願？全世界都猜到。順便說一句，那首足球要回家，今年整整唱了30年，30年裡他一直是句玩笑話。今晚要是贏了，他頭一回聽着像句預告。阿根廷要是贏了，衛冕的懸案只差最後一步。39歲的梅西將踢上職業生涯的第3場世界杯決賽，不管誰上岸，決賽就在4天後的7月19號，對面是法國和西班牙裡活下來的那個。台北時間7月16號凌晨3點，亞特蘭大奔馳球場開球。這一晚過後，決賽的2個座位就都齊了。這場球你覺得誰能贏？比分是多少？老馬跟你約定，覺得英格蘭這次真能畢業的，評論區扣個1。覺得梅西再給3獅上一課的，扣個2，順手把你猜的比分留下，明兒早上咱們對答案。覺得老馬嘮的還重，訂閱點一個，第一時間的復盤給你端上桌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